阿杜，我真的觉得自己好幸运。我原来以为自己在中原只有你一个情人了，可现在又有了顾小舞。感谢老天爷，又让我再找到他，再重新记起他。我还能奢求什么呢？阿杜，你看，天上好多星星啊，可是我总觉得没有西周的亮。李成业，我马上就要回西周了。顾小舞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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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顾小舞。殿下。虽然太子妃被刺客带走，但好在我们现在知道，太子妃是安然无恙的。阿昭，你说小凤是被带走的，还是她就是想走啊？殿下想多了吧？太子妃一向主意多，她这么做，可能有她的想法。她平时总是一副没心没肺的样子，但鬼点子却又特别多，总是爱闯祸，执拗的跟头牛一样。太子妃这拗劲儿，也不单只是闯祸，往往歪打正着，也都帮了我们大忙。可是我不想她卷入我们的是非之中，我只想她每天没心没肺的就好了。我只想他每天跟我吵架，拌嘴，打打闹闹的就好了。我只想他待在东宫，等我回来。阿昭，你说他是不是不喜欢上京？他想回西周了。有心事啊？没有。早点休息吧，明天一早我们就出城去。小舞，我在想，马上就要到上元灯节了，不然我们过完节再走吧。我们在这耗的时间越长，就越容易被官兵发现，而且上元灯节人多眼杂的，上街不方便。怎么会呢？那天街上的人肯定特别多，我们混在人群里面，反而不容易被发现。而且这2天除了烤鱼和烤红薯，我们也没吃点别的。我想去米罗那里好好吃一顿。你是不是还放不下李成银？没有，自从我知道你是顾小舞，我就不允许自己的心里再有别人了。那我要不是顾小舞呢？你怎么会不是顾小舞呢？你明明和我梦里的那个人长得一模一样，而且你身上有西周的味道，这总骗不了人吧？小舞，我不想就这么狼狈的离开这里，我们就不能坦坦荡荡的告个别再走？好吧，过了上元灯节，我们就马上离开。小舞，你相信我，我会一直陪着你，我们会永远在一起。我发誓。父亲，您之前让儿子找的那个太傅，我们已经找到了，只是找到的时候，他已经悬梁自尽，尸体还吊在屋子里，看样子死的时间不长。
恐怕他早就知道我们要去找他。此事果然没有这么简单。背后这个人到底是谁？是太子？太子？不会吧？是皇上？恐怕早就有人开始小伙们的，而我们还以为是在泡汤。给你大哥写信，此事要想平安了结，恐怕只能指望他在皇上那儿扳回一局了。撤！袁通，在。将军，我们还有多少银两？有2万两吗？回云将军，恐怕一时拿不出这么多。咽下去。上个月的饷银不还没发下去吗？嗯，这不太好动吧？怎么不好动？你放心，不过几日就会有饷银补上来。自从丹赤被灭以后，我们也很久没有唱过好戏了。将军的意思是？这样，你速速备足银两，给硕博王发一封密函，就说我想请他喝酒。大人，西江护府传来捷报，朔北一族仅1日1夜就夺下了淮边、西楚、游山3个城池。怎么会这样？安护府有什么消息？双方交战，西江安护府不敌朔伯一族，被打退了回来。这个高显要搞什么鬼？大人，我们是否前去增援？不，命令全军戒备，原地待命。听听上京怎么说。是。小凤想过完上元灯节再回西州。什么？这样不行，时间拖得越久就越危险。你还是劝劝九公主吧。满足她的心愿吧。她总要把这一切真的放下。我想过了，我们可以趁上元灯节人乱的时候，从承天门直接混出城去。平日里人少，没那么好出城。好。什么？硕伯突然间有异动？那西境安护府他们干了些什么？高显呢？皇上，这是高大人的急奏。什么沙尘风暴，粮食不足，兵马不齐，这些事为什么之前不上奏，现在才来禀报？高显到底干了些什么？陛下，臣替犬子向陛下请罪，请陛下收回高显兵符，从严发落。陛下，边关告急，高显高将军首战失利，但高将军有着边关作战的丰富经验，是平定朔伯之乱的不二人选。只要追加粮草军备，平定朔伯之乱是有把握的。臣向陛下请罪。高相何罪之有啊？朔伯之乱，高显乃主将，抗敌不利，
臣乃高显之父，教子无方，此乃一罪。臣乃当朝中书令，西北诸军缺失粮草，兵源不济，臣失之失察，此乃二罪，请陛下从严发落。相国请起。高相，你的忠心，朕是知道的。下旨，晋封高显为镇远大将军，追加粮草、兵械，望大将军能顺利平反朔伯之乱。谢主隆恩。圣上英明。当年朕还是皇子的时候，常常与左右的兄弟豪言壮语，仿佛无所不能，总觉得面前的江山垂手可得。但朕坐上皇位之后，却发现原来根本就看不清这江山的模样，也看不清皇帝到底站在江山的哪一个位置。你说，朕到底还是不是天子？皇上当然是天子，明月不敢揣测圣意，但明月知道，皇上是天子。天子之所以是天子，不仅是顺应了民意，更加是顺应了天意。既然是顺应了天意，皇上自然在这江山之上，任何人都不能动摇天意赐予皇上的地位。这种举子一案，你为什么不查了？难道习大人不知道这是皇上的旨意吗？是皇上不让查了。皇上何时下旨不查？在下不知道有新的旨意啊。皇上的旨意，有些是写在书面上，有些是写在脸上，还有些是写在心里。习大人，你应该知道，如今是西北吃紧，皇上要依靠高相府在西北的势力。你我什么官职啊？啊，是要以卵击石呢，还是要自取灭亡啊？自保求存，老以贪生。可惜呀，读书人的虚名，怎么敌得过吏部尚书的官帽啊？正因为我曾经饱读过圣贤之书，而且我还在官场上摸爬滚打了这么多年，才不会像你这迂腐的老夫子一样，只知道逞一时之强，把昭雪剩下的唯一一点希望都付之东流。你是你什么你呀？难道我说的不对吗？你以为查案非得举着大旗敲锣鸣鼓吗？啊，都像你这么鲁莽，这案还没有查完，还不知道就已经冤死多少人了。我就知道，我没有看错人。行了，走吧。你生西某的气了？哎呦，西某这就给你赔不是。对不起啊，哪有那么多闲心一直生气呀？你难道不知道，高府的人早就盯上我了？啊，哎，免不了又得演一场戏给你们看。西某明白了。习大人啊，有劳你回去以后，马上抄一份名单，派你最信任的人送到我府中，我会派人按照这线索，即日赶去滨州。细细查访。哎呀，行了，走吧，你真让我撵你走啊！我走啊，走啊，走。
你这个小人，你胆子也太小了吧！是吗？是的，慢走啊！麻烦让让啊！出城去哪里？滨州。放行。父亲，我刚刚听说西清浊去找宗焕，结果被活活给轰了出来，气得他在宗焕的府外足足的骂了半个时辰。上元灯会人多嘈杂，顾剑极有可能带着小风趁乱逃出城去。我已经派重兵严守各个城门，如果他们要出城，回西周是他们唯一的选择，而这承天门也是去西周必经之路。我需要你去驻守。明白。如果他们真的出现，顾剑就交给你，千万不能落入他人手中。至于小风，我势必要带回去。我不会让顾剑再胡闹的。我知道，顾剑是你的徒弟，你一直待他如子。他姓顾，于情于理，我给他留了面子。可如果他不知悔改，一而再再而三的肆意妄为，恐怕我就没那么好的耐心了。你也不能一味的心软。我一定会以大局为重。我该回去了，一会儿还要进宫。殿下，殿下有见过明月吗？能不能帮我带句话给他？什么话？公主佳节吗？明月不是普通女子，这么多年她一个人都过来了，现在这么关键的时候，你又何必扰乱她的心境呢？你要知道，你越是关心她，她在宫中就越难挨。这至亲的爱，最难的就是不要互相拖累。你的意思我明白，可再怎么说，今天也是团圆之日，我这个当父亲的。大仇未报，朝中恶人当道，国土尚不安定，内忧外患不断，何谈团圆？上元节对我们来说，和过去的每一天一样。殿下，今日是上元节前夜，按礼制不好再在这大殿里独自过夜了。神，今晚我去青鸾殿过夜，但别把我殿中的蜡烛熄灭。是。瑟瑟，怎么不欢迎我来？瑟瑟以为殿下忘了瑟瑟，不要瑟瑟了呢。怎么会？就是太忙了。
瑟瑟每日都在等着殿下，盼着殿下。老爷，进来。太子来了密报。太子果然敏感，马上吩咐下去，让人严查一下硕博和高显的底细。记住了，务必找到真实凭据。是。高显呐，高显，你仰寇自重的把戏也该收场了。殿下这几日清减了不少，这衣带足足长了1寸。殿下是不是昨日没有睡好？没有，睡得很好。就算殿下不心疼自己的身体，瑟瑟可是要心疼的。瑟瑟体贴入微，我会牢记于心。这些事让宫女做就好了，何必辛苦自己？殿下每次来，不都是瑟瑟帮忙更衣的吗？再说，今日是上元佳节，晚上戌时，殿下要与皇上、皇后一同登城楼，所以瑟瑟一定要亲自为殿下穿戴好。有劳了。殿下现在对瑟瑟真是越来越客气了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们不熟悉呢。今日是上元佳节，宫内宫外皆是一派喜气，只有太子妃还下落不明，真是让人担心。本来今天应该由她来陪殿下登城楼的。太子妃不在，是她没福分领受百姓的爱戴。在树林子里住了几天，就舍不得走了。是啊，再好的宫廷楼宇，都比不上你找的这个林子舒服。往后还有很长的一段时间，咱们都要过这样的日子。怎么瞧不起我啊？你是觉得我过惯了宫里的日子，忘了自己曾经是西周上天入地的九公主了？哪敢啊！皇宫都关不住你那颗想喝花酒的心。阿杜，你点什么头啊？什么时候向着他了？阿杜可是最公道的。阿杜，你是我的好姐妹，怎么能帮他呢？你们俩不会是有什么我不知道的交情吧？你就别逗阿杜了，小心阿杜一生气，金锉刀一出鞘，你可就完了。怎么会呢？阿
阿杜对我最好了，不骗我也不瞒我，打叶子牌都让着我，怎么可能对我拔刀呢？我们赶紧走吧，趁现在天色早，把你想去的地方都去个遍，把该了的心思都了了吧。是应该好好跟这里告别了。撤！驾！驾！撤！太子妃那边有线索了吗？父皇，是我无能，没有进展。前几日我碰到了高相，便去向他讨教。据高相所言，这抓走太子妃的刺客可能与西北有关。我照着他的思路去想，还是没什么进展。哼，怕就怕是有人趁着西北不稳，往里面泼脏水。可能是相爷这几日正在为硕博异动一事烦忧，怕是无暇顾及。哼，太子，你还是比较单纯。传我口谕，让大理寺卿汪树把上京天牢收押的重犯要犯全部一一重新提审。朕就不相信那个刺客真的能滴水不漏。父皇，如此一来，怕是会影响朝局稳定啊。朕就是要让天下的人都知道，尤其是那些掌握重权却不收敛的人，皇家的威严绝对不能够触犯。父皇英明。父皇，儿臣还有一件小事想请您定夺。什么事？如今太子妃下落不明，不知今晚登城楼，我该带谁去？赵良娣吧。硕博一事闹得西北很不安稳，现在看来，安抚赵家在丹赤的势力尤为重要。是，儿臣明白。永娘来了吗？良娣，刚刚听承恩殿的小宫女说了，永娘接到太子的旨意，便遵旨去取衣服了。这会儿怕是应该要到了。永娘是个识大体的人，不会搞那些花样。她说去取衣服了，就一定是去取衣服。良娣，永娘到了。永娘拜见赵良娣。永娘快请起，锦儿，快去帮永娘拿着衣服，小心弄脏了。是。良娣，这套服制乃是太子妃嫁入东宫时所穿的吉服，是按照太子妃的身量一针一线制成的。今日婢子遵旨将它拿到青鸾殿，等良娣用完，还是要还到承恩殿的。既是承恩殿的东西，便是东宫的东西，何有还与不还的道理？不过是一件衣服而已。良娣说的是，不过是件衣服而已。永娘对太子妃倒真是忠心不二，真是让人感动。不过你的这些忠心，留着你家主子回来再现也不迟。对太子妃忠心是婢子的本分，婢子在宫中就是专门教人规矩的，最是明白，居其位，行其事，不可僭越。衣服已经送到，至于永娘说的那些规矩，还是留着交给那些生在西境之地、不懂礼数的人听吧。哼！婢子告退。这朱氏旧的都不成样子了，马上叫人给我翻新一下。还有这腰身，改小了我才能穿。哼！除了明玉坊，这是我在上京城唯一的落脚点。我去看看他。走吧。
你这儿的酒还是一如既往的好啊。哼，今日夸我这儿酒好的人还挺多。那可不，来你这里的人都是像我一样懂酒的吧？这样，你要是喜欢啊，我去给你多拿几坛，你带走。米罗，坐下。以后我不能来你这里了。怎么呢？谁敢不让你来？我要回家，回西周去。所以这次我是来跟你道别的。可是他们让你走吗？这个可跟你偷偷跑出宫来喝酒可不一样啊。我这次是偷偷跑出来的，没人知道。哎，我只跟你说了啊，你要帮我保守秘密。那是一定的。可是你真的决定就放下这里的一切了？嗯。哟，公子要是再这么喝下去，可是要把自己喝醉了呀。只怪米罗姑娘这儿的酒一如既往的好喝，没忍住，便多饮了几杯。今天是上元节，皇帝和太子都要出宫登城楼，难道公子不用忙着布防护卫吗？你看今日这外面多么热闹，所有人都只与别人说笑，却把自己心里事都藏了起来。就连天子今晚也要忘却边关动荡，站在城楼上表演天下太平。那我为何不可在这独饮2杯，偷点片刻的清闲？我看公子已经醉了，想必是许久不来我这里，喝不习惯米罗的烈酒了。上回来还是和太子妃在一起，是很久没来了。小风也的确是有日子没来了，是不是因为宫里的事太多，脱不开身？我现在也不知道他身在何处。太子妃已经失踪好几天了，是生是死谁也不知道。御林郎满城搜索，却连一个女人都找不到。原来公子是为了公事烦心呢。这上京城说大不大，想要找的人总会出现。公子要是再喝下去，可真的就要喝醉了。我去为公子煮一些醒酒茶过来，不然今天上元节的灯会可是要天下大乱喽。小风啊，你要知道，在这个冰冷的上京城里，还是会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，默默的在关心着你，牵挂着你的。不重要了，以后等我回到西周，回到我的世界去，就再也没有上京，没有东宫，没有让我伤心的人了。以前呐，看你吃酒说笑，一副没心没肺的样子，我还以为你已经放下你心中的忧虑了呢。我以后照样吃酒说笑，因为我已经找到最重要的人了。放心吧。哎呀，你们终于可以回家了。米罗，你到西周一定先来找我。藏匿在这个上京城里，这一辈子当一个酒馆的老板，我其实挺知足的。或许这儿能让我心安，你要回家，不也是寻找这一份心安吗？米罗，像你这么洒脱的人，不管在哪里，都会很好的。来，我敬你。来，敬大家，敬米罗9-4。好，干杯！
公子还是喝杯醒酒茶吧，再这么喝下去，这酒气到明天都散不了。在我们家乡，有一种习俗，可以根据公子杯下的酒字，来占卜出公子现在心中所想的人，当下如何。这一团酒字，又有何解？公子现在杯下的酒字，四下均匀散开，那就说明公子此时心中所想的人平安。或许他正做着自己心中所想的事情。米洛，你没骗我吧？信则有，不信则无。哎，有时我真想他能离开上京，只有离开这里，他大概才能得到真正的平安吧。卦上说了，他此刻平安，除了你以外，还有人舍命护他。走吧。殿下。殿下，瑟瑟穿这身衣服可还合体？好看。请太子殿下为良娣戴上花胜。阿杜。小风，花胜。上元节，丈夫为妻子簪花，是古往今来的传统，寓意着夫妻恩爱长久。我帮你戴上。我现在穿着男装，戴这个多奇怪。我先收着吧。
贵妃已经登上城楼了。这贵妃代行皇后之礼，看来立后指日可待了。这话可不能乱说。圣上在城楼上呢！哎，看是那边呢！对，真的是圣上，是圣上！哎呀，圣上和贵妃啊，真是恩泽万民呐！